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由于经济数据平淡，华尔街股市周内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近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近 2%， 标准普尔500指数周五重返5200点以上，为4月初以来首见。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内上涨超过 2%， 并连续8个交易日收高。让我们关注公用事业股近期领涨，过去5天上涨 4% 以上，创下今年最佳周度表现。华尔街分析师表示，今年利率可能下降，以及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长期需求增加，使防御性市场颇具吸引力。接下来这条，美联储官员重申，在消化年内出乎意料的高通胀后，将采取谨慎措施。官员认为，政策已达到理想状态，预计将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等待通胀指标改善，但具体降息时间仍取决于通胀数据，可能会在9月或12月进行首次降息。请看下面这条 ：Z 世代面临经济困境，收入减少，债务增加，逾期率高于同龄千禧一代，高通胀、高利率加剧其财务压力。专家建议建立健康财务习惯，以改善未来经济状况。接下来这条，陷入困境的地区性贷款机构纽约社区银行公司正在尝试向投资者展示其更能控制其庞大贷款账簿中蕴含的风险。其中一个选择是将部分风险转移给私募股权公司或华尔街资金管理公司。下一条，内华达州最大的工会结束了长达48小时的罢工，此举旨在向维珍酒店施压，要求酒店同意一项为期5年的工资和福利合同。接下来，北美最大企业本季度盈利高于预期，因担心经济衰退而努力控制成本。接下来这条，科技公司开始效仿传统价值投资，向股东支付股息。大公司如 Alphabet、Meta 和 Salesforce 纷纷推出季度派息，引发股价飙升。这一举措表明科技公司财务稳健，有望继续提供强劲现金流。接下来这条，随着贷款利率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向亲友借贷，银行也收紧贷款标准。亲友借贷平台如 Namai 等应运而生，提供便利工具并协助记录税务。这些平台的违约率较低，有助于亲友间的责任感。接下来，奥斯汀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价较疫情期间高点下跌 9.5%， 中位数挂牌价为$557,000。远程工作者涌入，库存减少和利率上升导致了繁荣，但随着新房上市和外来者离开，繁荣期似乎正在结束。接下来这条，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行业的产业政策支出可能超过美国，但美国在创新方面胜出，这是中国无法在价格上取胜的领域。美国自身的产业政策，包括通过拜登标志性的气候和芯片制造法案发放的补贴，正在日益激烈的与中国的竞争中发挥作用。接下来，马里兰州托森的苹果商店员工投票授权罢工，要求改善排班并提高工资。这是苹果第1家门店成功工会化，也是首次授权罢工。请看下面这条，澳大利亚财政部预计，通胀率将在2024年底前降至央行目标区间，低于政府和央行先前的预测。接下来这条，日元贬值导致外资抛售日本股票，日经225指数今年已上涨 14%， 跑赢全球同类指数。但对于以美元计价的投资者，日元对美元跌至34年低点后，涨幅缩减至仅 3% 以上，这远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9.5% 的涨幅和恒生指数以外币计价的 11% 回报。最后一条是，受美国经济放缓和中国需求疲软的数据影响，亚洲股市周一开盘低迷。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